比特币成功站上9万美元大关，不由感叹今夕是何年。那下一个目标比特币会到哪里？短线如果有利润的话，能不能继续格局？会不会到预期的92000美金？以及链上鲸鱼的数据啊，那么巨鲸的话是在疯狂的扫货，包括内幕巨鲸的话这几天也是有动作，看起来形势一片大好。这里是加密阿尔法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将一改常态，我们先从技术面开始进行分析，随后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基本面遇到的一些新闻。作为新人，有一个交易所账户至关重要，使用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即可轻松注册 OKX， 解锁最强新人福利体验金的奖励。币安宇宙第一大交易所不仅可以享受最高手续费减免优惠，还可以阿尔法快速变现，填充我们的钱包。XT 交易所新币上线最快交易所之一，拥有全网最高的合约返现比例 20%， 现货比例 49%， 并且我们协同了交易所开启了跟单交易，仅需要加入我们跟单交易，就可以将手上闲置资金 100% 利用起来，实现每天躺着赚钱。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图，我们尽量观察一下，上次比特币在跌到8万的时候呢，这个价格落在了20的下方。我所使用的指标的话是 KDJ 指标，如果有在20以下，它属于超买区，对应 MACD 的红色柱状区域。超买区一般就是散户可能在恐慌的时候，那你要做逆向操作，就比如之前的好几个位置，只要是 KDJ 的指标落在20下方，你就找大概的大跌位置，或者是 KDJ 指标来到20下方的时候呢，去买入，甚至说你去配合。如果说价格低点更低，或者是你看到 KDJ 的指标呢有背离的情况，或者是 MACD 的话有背离的情况，一般来说的话都会有一些短线的转折。那比如说我们这边给大家做一下那个拆解，那你可以看到它在这里呢是落到了20的下方，对吧？这边我们有给到具体的一个数据，你会发现它这里的话已经出现了背离的情况，那价格呢会有一些上涨伴随啊。一般来说这种那个指标是可以供参考的。那我们也当然可以看一下啊，就是举个例子啊，比特币在落到7万5的时候呢，在这里啊，我们尽量把图表放大，这样的话方便各位观众也观看啊。在这里呢7万5的附近啊，也出现了一个在20的下方，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。那你就找寻这个 KDJ 指标，如果来到20的附近的话，都有可能迎来一些短线的转折，或者说甚至价格更低。然后呢，这个 KDJ 指标背离，或者是 MACD 指标的背离啊，一个低点比一个低点更低，那么下方的 MACD 指标的话，一个低点比一个低点更高，这就是非常标准的一个底背离的形状。所以呢，这次比特币的话跌到9万或者是8万美金，我们来看一下对应的 KDJ 的指标。我们精准的将这根线呢落在了最低点80399的附近啊。那当然价格肯定有一些差了，我可能表示有误，但是呢你也能明显的感觉到它这里呢出现了一个底背离的状态，那一根柱子比一根柱子更高，然后包括今天呢已经出现了一个流入的情况，就已经不再是红色柱状图，是绿色柱状图了。然后对应的下面的 KDJ 的指标线呢，从当时的在14点左右，然后一直到了现在的99.22。前几天也和大家讲，比特币有一个 CME 缺口，大概率是要回补的。回补它不是表示要继续往下，有可能是8万5震荡。8万5的话可能会获得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。那现在昨天的一根上涨已经是如预期啊，那么价格来到9万已经突破。之前有跟大家提到一个预期的目标是落在了92000。我们可以把这个图形再看一下。有强调，就是根据这个价格再继续往上去，可以看下方的一个成交量。当然和它日线的量能比的话是有一点欠缺的，只是4个小时里面的话量能还是比较漂亮。每一次涨的时候呢都是放量，或者是红色盘整的时候呢每一次都在缩量，然后上涨的时候绿色的 K 线每一次都是有量。所以呢昨天也是大家会估计啊价格可能会继续往上去。那现在来到一个目标心理价位是92000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同样是在这个三角区，我们来测一下它的距离。因为这个位置突破之后呢，它在后面盘整了几天，上升三角突破理论是一个目测的目标，有没有可能它这个价格的高点也是比较接近？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比特币现货 ETF 的流入流出情况。那最近机构的动向，其实我们通过监控 Telegram 群组的话，也是能够看出流入流出的警报，因为实时的更新的话都有在进行的。但是呢，这里呢始终是数据，可能没有像现在大家看到的网页般的这个图表来的更加明显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拆解一下。那这件比特币9万、10万跌到8万的时候呢，机构的话是一路在卖啊。那视频当中也有跟大家提到过，机构卖出的话，有可能是他们一些客户呢，因为看到这个价格下跌，担心自己的资产或者是在损失的情况下，他有赎回的需求，所以呢，机构只能被动的根据散户的指令，然后去卖出。
这几天价格起来，或者是交易员也在增加，是美联储降息的预期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美联储降息的预期现在已经飙升至80.2%，相较于前一日的话，应该是有上涨。那总体趋势的话还是比较明朗的。因此呢，机构现在也开始买入，包括富达的 FBTC 或者是贝莱德。我们再回到比特币的路线图，我的观点的话，短期可能会站在92000，尽量去看一下它会不会盘整，或者是下一步的这一个目标。同样呢，我们要密切关注一下 KDJ 指标有没有落回80的这个区域。那如果它处在80的附近的话，那可能是一个盘整的讯号。那我们观察之前的这一个图表的话，也是能够得出基本上是处在80的话，就会有一段时间的盘整。还是那句话就少操作，然后多观察。我们来看一下基本面的信息PPI 公布的数值呢是 2.7， 跟之前预测的话都是一样的。那目前的话，它在做一个震荡那 PPI 指标它是上游生产的原物料成本，如果上游生产原物料成本没有持续抬高的话，后续崩盘的话也可能会持续的趋缓。好，这张图呢是比特币距今跟散户的多空比值，绿色区域的话就是距今开多的数值，红色区域的话就是散户开多的比值。我们可以发现，在出现极端行情的时候，比如说在这里，它就会形成一个很关键的点位，这更比较极端，也就是散户全力开多的时候，相对来说它就会成为一个底部，后续呢会引来一波拉升。然后如果距今全力开多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随意找一根，比如说在这里，它就会相对来说成为顶部，不是底部了，是顶部。然后呢，就会可能就是下跌一部分。所以呢，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距今的这个开多的情况是比较厉害的，因为它甚至就已经超过后面我们所能见到的这个散户开多的话，已经是数倍了。这张图呢是币安的现货量，现货量是不断在进行增加那么底部的底量的话也是不断垫高。我们再看一下未平仓的合约，它是持续的往下降。如果是未平仓的合约代表什么呢？就市场上开合约的人都是在慢慢降低的。它在这个开合约降低的状况当中，再加上现货的交易量是这么大，很明确就是说现在大多数人都是处在一个保守的状态。那我们的市场再把价格垫高，基本上也是要用现货的方式去垫高，而不是这个合约。如果合约的话，因为合约嘛，它是杠杆率太高，市场很容易会出现真空的地带，因为大家都是用借来的钱去炒股炒币。如果市场被瞬间砸下去，那些开杠杆的人马上爆仓就会没钱。如果没钱的话，他们就很难把这个价格再定高，因为现货它是真真实实的买盘。我们现在的市场对于复苏来说是一个非常大利好。最后呢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，那我们监测到的距今钱包地址又开始有动作，在最近这几天，它在 ETH 的话选择做多，然后全仓5倍，这是它目前的收益情况。然后呢，资金费率的话，是因为现在整体市场还是以做空为主所以呢，它会每4小时还是每多久，然后去进行一笔仓位的资金费率的支出是正常的。结合到它的未实现盈亏的话，那总的还肯定是有的赚的。那我们都知道，它这个距今的话，很可能是内幕大哥了。那 OK，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，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。我们在右上角看到的 EXP， 这个 EXP 决定后面空头的多少，并且不是一次性的，只要我们量化策略一直在跑，就一直会有空头。这里的空头的话，今天我们会涉及到。所以近期呢，各位观众也不要忘记每天的打卡以及观看我们的视频，可以得到4000的经验值。同时呢，新手祝福如果有任务的观众老爷的话，一定要去完成，因为这些所有的经验值都将与空头挂钩。另外呢 ，SOIP 的版本我们给大家再解释一下。它现在认证 SOIP 的话有3种方式，一个是交易所注册，使用我们注册链接进行注册，并完成交易所充值。注意，不是充值到我们这里，是交易所进行充值就可以获得 SOIP 的权限。这里呢，只需要输入一下我们的 UID 即可。认证的是 XT 交易所或者是 OKX 交易所。那除此之外呢，还有一种是开通，再者是去购买 Xcopy。这个 Xcopy 的话，将会作为后续的空头发放给大家。我们在这里先说明，如果你想要成为终身会员的话，是需要使用绑定的 SOL 的钱包来进行支付。什么意思呢？只需要绑定的钱包有100万个 Xcopy 以上，即可以进行验证。那这里我们点击下去购买，会引导我们进入到这样一个网页，亲测过 0.056 的 SOL 即可以购买100多万的 Xcopy， 价值大概11刀左右。这个成本价是非常便宜的，即使你后面不想要这个会员权益的话，你也可以随时卖掉。这个 Xcopy 的话，我们正如一开始所说，会一直作为空头发放给大家。那另外呢，一旦成为终身会员解锁
SVIP 的功能，我们在后方会出现一个 SVIP 的专属信号群，也就是我们在每一期视频当中都给大家演示的那一个群。该群组是比特币合约信号说明，会告诉你合适的进场时间、止盈点、止损点位、具体仓位的大小，帮助大家更好的开始仓位。同样，每一次开单我们都会提供具体的收益图，在这里还是要做下风险提示，合理的运用平台指标，借以开单减少风险，但风险会一直在，投资需谨慎。